大家好，欢迎来到 Garden 365，我是 Susan。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处理一个在芹菜的种植过程中非常普遍又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芹菜的斑枯病、叶枯病。我这些芹菜呢不是种的，是去年掉的种子自己发出来的，所以呢也没有加肥料，这也是这批芹菜容易得病的原因。芹菜的叶枯病呢，一般都会像这样，先从外面的老叶开始发病，然后慢慢的蔓延到整个叶柄还有叶茎，最后整枝都变黄了，还会一层一层的由外到里慢慢的传染。我看了一下，我这批的芹菜病的还是很严重的。我新育的芹菜苗呢还很小，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移栽。为了一直能够有芹菜吃呢，这批芹菜很有必要，我们要想办法救治一下。在喷药之前，我们先把这些枯黄的叶子全部摘掉。我又发现里面的芹菜杆呢，其实还很新鲜，还没有被病菌感染，还是能吃的。我决定把芹菜全部齐根剪掉，能吃的吃，然后把这些枯叶、病叶，包括地上的受病菌感染的叶子呢，全部清理干净，清理的越干净越好。如果您的芹菜刚刚发病，并不严重，我们只需要及时的把最外面的一层的病叶及时的摘掉，就能很好的防止病菌的蔓延。同时呢，配合着勤采摘，因为都是从老叶开始发病，我们及时采摘呢，叶子不容易变老，也就减少了生病的机会。采摘之后呢，我们再追加一些有机肥，只要能做到早发现、摘掉病叶、勤采摘，然后呢再配合追肥，我们在家里种植芹菜都不需要喷药，就能很好的控制叶枯病。我的芹菜病得这么严重，不喷药是不行了。喷药之前呢，我要给芹菜先追肥，肥料不足也是芹菜容易生病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批芹菜呢都是掉在土里的种子自己长出来的，所以呢都没有加过底肥。这些芹菜不但长得细很多，而且更容易生病。这些都是裸露在外面的芹菜根。加肥之前，我们先把病叶全部清理一下。任何蔬菜的疾病都要早预防、早发现。如果像这么严重了，再去弥补、再去治疗，效果未必好。而且病菌的孢子呢，还会散落在土壤里，也增加了下一批蔬菜的患病几率。我这次用的肥料呢是腐熟的粪肥，里面又添加了海藻肥、雪谷粉和鱼肥。我们在每次剪完芹菜之后，不是要添加一些肥料吗？在追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钾肥，这对预防芹菜的枯叶病非常有好处。不要添加太多的氮肥。那什么是磷钾肥呢？就是我们经常用的鱼肥啊、海藻肥，都是很好的磷钾肥。为了不伤及芹菜的根，我就把肥料直接撒在了土的表面，然后呢再在上面盖一层土，浇上水就可以了。我们自己家种菜呢，追求的就是健康无污染，所以喷什么药啊就很重要了。我们自己在家做的各种试剂呢，对这么严重的枯叶病就没什么效果了。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有机的苦楝油，它是一种天然的杀虫剂、除螨剂、杀菌剂。它对控制我们花园和菜园里的害虫呢都非常有效。最主要它不会污染我们的环境，在除虫的同时呢也不会伤害土壤里的蚯蚓。我也是第一次用它来治疗铁锈病，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们按照使用说明把它和水混合。苦楝油呢现在非常普遍，我们可以在植物店或者是呢在网上都可以买得到。建议大家可以备上一瓶，因为它不但可以用在菜园里，还可以呢用在我们的花园里，各种果树啊、各种花卉都可以用。和水混合之后呢，它就呈现出这样乳白色的液体。在喷洒的时候呢，不但要喷在芹菜的植株上，而且旁边的土壤呢也要一起喷到。这样呢效果会更好，因为病菌的孢子会随着风、下雨散落到土壤里。我们也可以根据需要，每周呢喷洒2到3次。我现在呢先只喷1次，看看情况，然后再决定。喷药后的第6天，我们来看一看情况怎么样。这当中呢下过一场雨，我们尽量选择连续1-2天都是晴朗的日子再喷药。如果刚喷完药就下雨，那么效果就不好了。现在看看呢，好像叶子还很健康，不过这些叶子都是新长出来的，还看不出什么。
要等到叶子长大以后呢，再看看会不会有斑点，会不会变黄。喷药后的第17天，这个高度的芹菜就可以采摘了。到现在呢，还没有发现病叶，那么这次的芹菜叶枯病呢，就算是被我们治好了。芹菜的叶枯病和斑枯病对芹菜来说非常普遍，种子、土壤、植株都可能携带病菌。它们呢就在等待合适的条件。如果您种的芹菜营养不足、肥料不够，或者呢天气变得又冷又湿，那么就给病菌创造了良好的繁殖条件。所以只要您种芹菜，叶枯病呢多多少少都会碰到，只不过有些时候呢不严重，我们直接就把病叶给掰了，没有在意。看完这期视频，大家就不用再为芹菜的叶枯病犯愁了。实践证明，苦楝油对芹菜的叶枯病还是很有效果的，大家不妨试试。希望您的芹菜越长越好。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